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梗会在网络火了3年多依旧热度不减，甚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火一次。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热梗，貌似还没有哪一个梗可以和蔡徐坤的梗分庭抗礼，以至于蔡徐坤鸡你太美的梗依旧爆火，甚至各种关于他的鬼畜以及调音屡出新品，而且他的网络周边也十分畅销。每当人们想起了鸡以及篮球，甚至中分背带裤，都会不由自主在脑海中模拟出蔡徐坤的形象。哪怕再抽象的事物，只要和以上几个东西扯上关系，人们都会联想到蔡徐坤打篮球以及鸡你太美的梗。可以说，这样的梗已经深深扎根于当代年轻人的心中，成为挥之不去的娱乐对象。这也反映出了当代年轻人对这些娱乐化的事物的不一样的看法，渴求在其中找到可以为之一笑的娱乐方式。依稀记得蔡徐坤的梗刚火起来的时候，网络上多是对蔡徐坤本人的责骂以及嘲讽，但时隔多年再来看，却发现蔡徐坤的梗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一种流量密码以及普世的娱乐方式。哪怕中间有过许多网络热梗，但都是爆火一时，最终在网络的大海中归于平静。比如潘嘎之交、华强买瓜、马保国闪电5连鞭、鸡汤来了等等，这些热梗在当时都是红极一时，如昙花一现，最后被人遗忘。而蔡徐坤的梗却在3年多的时间里屡屡爆火不断，在网络的大海不时掀起阵阵波涛，许多年轻人都不时会用梗来回应别人，甚至偶尔调侃。可以说，这些梗给压力下的人们带来了不少欢快的笑声。蔡徐坤的梗爆火也不是偶然，而是时代的选择，年轻人的选择以这样一种娱乐方式来排解压力，起到会心一笑的作用。梗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服务人们，层出不穷的梗也反映出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一代人有一代人排解压力的方式，至少在当下，梗可以说是个很好的排解压力的方式。蔡徐坤打篮球唱跳 rap 的样子确实一开始激起了人们的愤怒，认为这是侮辱篮球的行为，再加上后面蔡徐坤团队律师函的事件，蔡徐坤更是被群嘲，以及各种关于他的鬼畜层出不穷。于是乎，再加上各大 UP 主高质量的制作，蔡徐坤的鬼畜形象开始深入人心。每当有网络热梗崛起，甚至有打压下去鸡你太美这些梗的时候，蔡徐坤的梗总能一分翻盘，在这些热梗中以令人眼前一黑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而这也就导致蔡徐坤的梗哪怕过了3年依旧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网友甚至模仿周杰伦的语气戏称坤流才是最牛的。诚然，蔡徐坤的梗或许可能会一直活下去，毕竟高质量的鬼畜视频层出不穷，而代表着年轻人精神状态的载体，即便再显庸俗也有人买单。对待这种娱乐方式，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包容，而不应该是批判。